大家好，我是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那么很快的，今天又来到 Podcast 的第13集。在开始之前，先再一次介绍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社群。官网是 fellowsglobal.com，fellowsglobal.com，也就是 Fellows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官网粉专是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那么来到这边就可以听到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每周 Podcast， 看到每周的梗图图文，还有每周的补给包文章，以及找到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联络方式，来向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顾问咨询。这样子来，如果能够常常来浏览、吸收并且运用的话，就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自己的持续性创新生产力。那么，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的最后一位员工，已经在2021年的10月7号的时候带薪休假，在2021年10月25号的时候正式离职，所以只剩下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负责人一个人在经营所有的社群。那么如果有切身相关的问题想要向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咨询的话，一定要确认是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本人，才可以得到最优质的咨询哦。那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没有秘书，没有研发人员，没有美工人员，没有行销人员，所以没有业务人员。那么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开放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6点来预约或咨询。那么在听到提问之后，如果确认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有能力可以帮助到咨询者的话，才会要求付费。那么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一定会从旁协助，用创新的方式来帮助咨询者找到适合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所以请大家尽管的向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提问。那么今天的 Podcast 想要讨论的主题是书店的经营。那么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平常最喜欢看的书是商管的畅销书籍。那么非常喜欢逛书店。那书店里面最喜欢逛的就是诚品书店。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装潢就非常的有书香气息，然后再配合浏览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每次都会觉得，就算挑书购买都会是一种享受。这种是在网络书店上面比较难、比较做不到的地方。这也是体验的一种。那我们如果来细究一下诚品书店的话，它其实完成了很多项的创新。譬如说，它用二房东的方式租空间给其他的文创品牌，不时的还会有展演活动，然后配合复合式的咖啡厅，然后部分的分店还会有24小时的营业。现在他们也开始做虚实整合以及会员经济等数位化的经营，所以可以预见应该会有美好的未来。那甚至世界第一美的书店鸟屋书店都曾经参考过诚品书店的经营模式。那么如果拿两个书店来比较的话，其实诚品和鸟屋书店只有在提案还有陈列的方式的话，诚品略逊一筹。那为什么呢？因为鸟屋书店它是应该说它是集中管理，它是集体进货，然后所以可以玩很多种提案的方式。譬如说，它在陈列美食的食谱书籍的时候，旁边就可以放一些厨具用品。那讲到跟服饰相关的书籍的话，跟时尚书籍相关，时尚服饰
相关的书籍的话，旁边也可以放置一些相关服饰和配件的购买。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满足消费者满足消费者消费的需求。那么成品来讲的话，以成品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它的商品并不是集体订购的，它比较像是分租空间的平台式经营。所以如果想要再用鸟屋书店这样的方式来做提案和陈列的话，会稍微有点难度。但菲罗先生，也就是明俊，觉得其实成品书店可以隔一个区块空间来做每周的主题书展，甚至可以联合周遭的一些商店来联合的策展。那也可以配合 KOL 来做演讲。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整个主题式的策展是会非常会非常的带来很好的效果。那这样子的话，不但可以训练员工可以拥有提案策展的能力，来增加他的自主性的来增加他的自主性。那么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发觉，如果员工平常只是将书依照分类，然后来上架归位，或者是帮顾客找书，或者是做收银的工作的话，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菲罗先生也就是明俊相信，会到成品上班的人，他一定是在某方面的领域对书有特别的喜好，所以成品可以善用他们这些个人的嗜好，让借由每周的主题书展来展现他们选品的专长。所以这些专长可以发挥在帮忙选书以及提案上面。所以那要怎么做呢？我觉得菲罗先生觉得可以参照消费者的购买旅程来，譬如说顾客有动机来找这本书的话，可以发觉他接下来还会想要购买什么东西呢？譬如说像顾客他看到一部电影的原著小说，那他会不会想要去看这部即将上演的电影呢？会不会想要买周边的商品呢？如果这样想的话，这时如果放上在这部这部电影小说原著的旁边放上电影门票的预购，或者是电影的画册，会不会提升这些顾客的购买欲呢？所以这些都很值得去思考一下，这样子的提案能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帮助成品的营运。而且这样子的话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增加员工对时事的敏感度，可以在每一周都会迅速的针对流行时事来搭配主题的策展。那么现在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还发现成品想要持续的增加社区的店型，也就是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就是连锁个性化。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跟星巴克它的各个社区的特殊店型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那等于说分店除了像一般的店型，会跟一般的店型不太一样，会配合当地的特色来建造特殊的店型。那除了这些外观上面的，譬如说体验外观上面的
改变的话，菲尔先生觉得还可以效法 Netflix，等于说除了在书店平台以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原创书籍的出版，也就是说，可以成品可以凭着多年累积的经验来经营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出版社。那这个出版社要怎么定位呢？如果能够跟社区店型配合，最好的，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发觉是可以是介绍各地风土民情以及经营方式的地方创生。那我之前提到过，地方创生是解决地方人口老化问题，以及创造在地就业、提升观光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如果成品能够独家的出版这些地方创生的经营以及当地风土民情介绍的书的话，等于说平常的畅销书也是都会有，但是如果能够增加一些可以地方创生的经营或者风土民情的一些介绍的书的话，而且是独家出版的，应该说连锁店独家出版的话，配合这些社区的店型，不但可以提升连锁书店的独占性，也可以帮忙减缓人口老化，还可以提升观光。那这样子的话，成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菲尔先生觉得，如果成品能够达到以上的做法，譬如说能够增加员工的提案策展的能力，然后每一周都可以每周都可以隔出一个空间来办主题的书展，譬如说这次可能是食谱的，下次可能是健康的，下次可能是商管的，但是譬如说股市的话，也可以区分成做存股的，然后做短线的，做标股的，都可以特别的来做一些主题的策展。那再来就是，如果要配合社区店型的话，可以独家出版，可以独家出版跟地方创生还有介绍风土民情相关的书籍。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可以配合社区的店型的话，一定可以达到提升观光还有减缓人口老化的问题，减缓人口老化的问题，然后还可以提升成品的连锁店的独占性，然后增加他们的营收。所以菲尔先生觉得，如果只要能够达到以上的做法的话，未来成品真的是无可限量所以今天的 Podcast 就告一段落。那么菲尔先生再次的介绍一下菲尔先生的社群官网是 fellowsglobal.com fellowsglobal.com， 也就是 Fellows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然后粉专是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所以只要能够来到这边然后就可以听到每周的 Podcast， 看到每周的梗图文，看到每周的补给包文章，还可以找到菲尔先生的联络方式来向菲尔先生顾问咨询。那么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开放每周一到周五的3点到6点可以顾问咨询，然后可以顾问咨询。那么一定会在菲尔先生会在听到提问之后，衡量真的有能力可以帮得上忙的话，才会要求付费。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确认是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本人才行提供最优质的咨询，然后尽管的向菲尔先生提问。那么今天的 Podcast
就到此结束。那么谢谢大家。